你每个月交着全亚洲最贵的水费，甚至 PUB 还在连年涨价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买的根本不是水，而是新加坡这个国家的免柜权？看看你家祖屋信箱里刚刚寄来的 PUB 账单，上面那个用红笔圈出来的水耗税，是不是又让你心头一紧？不要急着抱怨政府无情，把时间倒回1998年，当时邻国仅以维修管道为借口，就直接断了新加坡4天的供水，全岛超市的矿泉水在几个小时内被疯狂抢空，货架空空如也的恐惧，老一辈新加坡人至今历历在目。作为一个90%物资都依赖进口的国家，唯独水资源是悬在新加坡脖子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。今天我们就来硬核扒一扒，为了不被人在水龙头上卡脖子，新加坡到底付出了多大的代价？你交的高昂水费背后，究竟隐藏着怎样一套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底层逻辑？为了彻底斩断受制于人的命运，新加坡科技到底有多狠？别眨眼，接下来的真相可能会彻底颠覆你对这个国家的认知。很多刚来新加坡的新移民或者游客都不理解，新加坡地处热带，天天都在下暴雨，怎么可能缺水？这就是新加坡面临的第一个先天残疾，老天爷赏的水根本留不住。7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一马平川，没有高山深谷，地下更没有天然的蓄水层。如果不靠人力强行干预，每年高达2350毫米的降水，只会顺着全岛的沟渠白白流进柔佛海峡。看着倾盆大雨流入大海，对新加坡人来说，流走的不是水，是生存的底气。但比地理缺陷更可怕的是地缘政治的绞肉机。把时间拨回1962年，李光耀当年签署了一份至关重要的供水协议，允许新加坡每天从柔佛河抽取生水。但这把保护伞是有绝对期限的，它的截止日期是2061年。由于协议约定的生水价格60年来从未调整，邻国政客每逢国内大选，就习惯性的拿切断水脉或者提高水价来威胁新加坡，以此作为政治博弈的筹码。那份泛黄的历史档案，字迹依然刺眼，它时刻提醒着这里的每一个人，把国家的生命线交到别人手里，就是慢性自杀。2061年不仅是一纸合约的到期日，更是新加坡国家独立性的终极考验。繁荣的经济，璀璨的天际线，随时可能因为源头断水而瞬间崩塌。如果是你，面对一个随时可能拿水资源当筹码的邻居，你会怎么做？是坐以待毙，还是逆天改命？新加坡政府选择了后者。既然先天不足，那就用极端的后天手段来弥补。而这场逆天改命的第一步，就是把自己逼成一个丧心病狂的基建狂魔。为了留住水，新加坡在地下挖出了一个你绝对想象不到的庞然大物。官方常说新加坡有4个水龙头：进口水、本地集水、新生水和海水淡化。但其实，新加坡科技的终极使命，就是亲手掐断这第1个水龙头，彻底摆脱对进口水的依赖。为了留住雨水，新加坡把帕殊精神发挥到了极致。没有天然湖泊，那就硬造。政府硬生生把全国2/3的土地变成了巨型海绵，修建了8000公里的管网，像毛细血管一样，把雨水引流进17座人工水库。你周末带娃去放风筝，野餐的滨海蓄水池根本不是什么普通的休闲公园，而是一个史诗级的国家水利工程。它用9道坚固的大坝把海水死死挡在外面，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生生围出了一个淡水湖，完美实现了淡水与海水的物理隔离。但这还远远不够，地上集水只是第一步，真正硬核的基建隐藏在你的脚下。为了榨干每一滴用过的水，新加坡耗资百亿，在地下60米深处挖出了一条被称为地下长城的深层隧道排污系统，简称 DTSS。 这不仅仅是一条下水道，这是一条全靠重力驱动的地下超级高速公路。巨大的盾构机在地下日夜掘进，最终建成的网络像发光的血管一样遍布全岛，把所有的工业废水、生活污水一滴不漏地输送到3大水回收厂。在这个系统里，没有一滴水会被轻易放过。传统国家处理污水是为了达到环保标准，然后排入大海，而新加坡收集污水是为了制造下一滴饮用水。
这种对水资源的极致压榨，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。不惜血本榨干每一滴水，实现水资源的绝对物理闭环，这就是新加坡基建狂魔的底色。但这引出了一个更关键的问题：这些浑浊不堪、充满杂质甚至有毒的污水，到底要怎么处理，才能变成连最挑剔的工业巨头都抢着要的生命之源？背后的魔法，才是真正的科技壁垒。把污水变成能喝的水，听起来像魔法，但背后是极其硬核的材料科学。新加坡的新生水绝不是普通的物理过滤那么简单，它必须经历微滤、反渗透和紫外线消毒的3重暴击。你敢直接喝用污水净化来的新生水吗？其实，净化后的水质纯度不仅远超世界卫生组织的饮用水标准，更是直接成了半导体晶圆厂的最爱。半导体制造对水质的要求极度变态，哪怕有1丝1毫的杂质都会导致芯片报废，而新生水完美满足了这种苛刻需求。这其中的核心科技就是反渗透膜，这种膜的孔径小到只有头发丝的几万分之一，在巨大的压力下，水分子被硬生生的挤过去，而所有的病毒、细菌、重金属和化学物质全被死死挡在外面。目前，新生水已经能满足全新加坡50%的用水需求，再加上5座日夜运转的海水淡化厂，里面数以万计的巨大反渗透膜组件像科幻电影一样列阵，硬核科技已经撑起了新加坡80%的供水江山。这时候你肯定要骂了，既然科技这么发达，凭什么公用事业局还要连年涨水费？这就涉及到一个极其冷血但无比正确的经济学逻辑：边际成本定价。仔细看你的水费单，里面有一项叫水耗税。新加坡政府是在用真金白银提醒你，你多浪费的每一滴水，国家都无法靠天降雨来补，只能去启动最耗电、最昂贵的海水淡化机器来填坑。水费贵，是用经济手段倒逼全社会的生存纪律。水耗税不是为了惩罚，而是为了让你记住每一滴水的真实代价。你交的不是水费，而是整个国家为了维持独立运转所付出的科技溢价。这种将日常账单与国家生死存亡绑定的做法，正是新加坡最清醒的生存法则。既然把弱点变成了科技铠甲，新加坡是不是就此满足了呢？当然没有，真正的高端玩家绝不仅限于防守，他们会把劣势直接打成王炸，向全世界输出规则。如果你以为新加坡搞水科技只是为了不可死，那你就太小看这个国家了。新加坡的终极反杀，是把曾经悬在脖子上的致命弱点，硬生生打磨成了在全球攻城略地的终极武器。今天的新加坡，从来不满足于仅仅自给自足，而是把水科技变成了国家级护城河和外交武器。目前，新加坡聚集了超过200家国际顶尖水务公司和数十个顶级研发中心，硬是把自己逼成了名副其实的全球水务枢纽。当年的新加坡，连一口干净水都要看邻国脸色，在谈判桌上受尽屈辱。现在的新加坡，圣科、吉宝等本土巨头不仅在中国、印度拿下了海量水务大单，甚至连中东那些富得流油的干旱沙漠国家，都要排队引进新加坡的海水淡化和污水处理技术。每年举办的新加坡国际水周，更是全球政要和商界大佬齐聚一堂，聆听新加坡制定的水务标准。从被卡脖子到成为全球水务标准的制定者，新加坡用水科技打出了一场教科书级别的降维打击。水不再是新加坡的软肋，反而成了新加坡在国际外交舞台上谈判的重磅筹码。这种把致命弱点转化为全球垄断优势的战略眼光，才是新加坡最可怕也最值得敬佩的地方。把劣势打成王炸，这就是新加坡的生存哲学。当你站在全球宏观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个小红点，你会发现，科技早已超越了民生的范畴，成为了捍卫国家尊严的最强壁垒。那么，面对即将到来的2061大限，新加坡真的准备好了吗？2061年供水协议到期的那一天，绝对不会是新加坡的末日，而必将是这个国家彻底实现水资源独立的加冕礼。你觉得到2061年，新加坡能彻底不买一滴进口水吗？无论答案如何，下次当你在祖屋楼下打开水龙头，
或者看到公用事业局寄来的水费账单时，不妨想一想地下60米轰鸣的排污隧道和那些日夜运转的反渗透膜。我们交的每一分水费都在为这个国家的未来添砖加瓦。理解了这一点，你就会明白，这就是新加坡的生存哲学：绝境求生，向死而生。在这个资源匮乏的小岛上，没有任何东西是理所当然的，每一滴水都凝结着科技的力量与生存的渴望。如果你觉得这期硬核拆解够过瘾，让你看到了新加坡政策与基建背后的真实逻辑，请务必点赞、评论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我是阿明，一个长期实采新加坡政策与社会规则的深度拆解型助手。我们下期再扒更多不为人知的政策真相。